第127章钻天入地。唐耀华完全崩溃了，我也亲眼见证了一个号称亿万富翁的人破产，我帮不了他，我能给他最大的帮助就是帮他退掉刚刚签约的行业网站。但是唐耀华拒绝了，他说自己反正就要一无所有了，他把一切拿出去抵债，行业网站这点钱也都打包在了债务里面，如果他退掉了这一单，他行业网站都没有了，所以他干脆不退单，至少他把一切顶出去之后还能剩一个网站。我问他是谁借他那么多钱，他的这些债务都要还给谁？他苦笑，还能是谁？宋天马呗。我大吃一惊，道：宋天马，他不是搞住宿的吗？唐耀华嘿嘿一笑，道：是搞住宿的，但是也借债啊，我他妈就坑在了他的手里。我脑子里瞬间泛起了很多念头。宋天马和老彭是老乡，唐耀华找老彭卖地，肯定是宋天马在背后怂恿安排的。仅此一点就能看出宋天马这个人绝对不简单。如果不是阴差阳错被我搅局，老彭这一次可能要吃大亏。唐耀华喝了酒，跟我讲了很多的事情，讲到这一次他跟老彭认识，给老彭卖地的事情，不出我所料，背后出谋划策的就是宋天马。宋天马可以说是精心的给他安排了这个套路，但是唐耀华没有把握好，玩砸了，最后的希望破灭了。我很想跟唐耀华讲，其实他没有玩砸，只是没有算到这中间会出我这个变数。我也并没有识破唐耀华的套路，而纯粹是灵机一动给了老彭一些提示。所以唐耀华的失败好像是命中注定的，因为一个10万出头的行业网站坏掉了千万级的生意，这种倒霉事儿让唐耀华碰见了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斟酌再三，我没有把这事儿跟老彭讲，因为我不觉得自己能够帮到老彭太多，跟老彭比，我就是个穷屌丝而已。我更应该担心的是自己的前途和未来，而不是为老彭杞人忧天。老彭这一次躲过一劫，看上去是阴差阳错，但是仔细想想，这里面也有一定的必然性。老彭不是个简单的人，在商场上他有自己的生存之道，我相信就算是宋天马，也未必就一定能够对付得了他。老黄最近一直给我打电话，约了我好几次，说是出海玩，而我一直忙，抽不出时间来。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我觉得自己必须要重新定位和老黄的关系了。以前我和老黄的关系很清楚，他是我的客户，我们有生意往来，在他那里我是有一定价值的。但是现在我们行业网站的合作已经结束了，我在他那里还有什么价值呢？他是亿万富翁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。关键有一点，我又不想给他打工，这种情况下，我和他一起玩什么呢？我玩得起吗？我生活在深圳这样的城市，我必须要面对现实。我和老黄玩又能得到什么好处？如果我一点好处都得不到，反而因此搞坏了心态，我又是何苦呢？后来我想来想去，还是没有答应跟他出海，而是约他到俱乐部打一场高尔夫球。我跟蒋丽学了10多个课时的高尔夫了，一个课时差不多耗费半天的时间，练习了10多个半天，高尔夫基本的技巧打法我都学会了，但是一直没有下过场，因为我约不到对手。老黄老是约我，我跟他讲，黄老哥，您约我出海我是真的没有时间，您如果有空来深圳，咱们可以约一场高尔夫，我能陪你打2场。我这话一说，老黄立刻同意，他问我在哪里打球，我给他报了俱乐部的名字。没过2天，蒋丽就给我打电话，陈斌，你和黄海山是不是很熟？我愣了一下，道，怎么了？你怎么知道？蒋丽道，电话里说不好，我们能不能约个时间，我请你喝咖啡？蒋丽来得很快，我还没有下班，他就在楼下等着了。我们约在了豪上豪西餐厅，见面之后他就开门见山，黄海山名气很大，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意向客户。这一次是他身边的人跟我讲，说最近黄海山可能要来我们球场打球，说是你约了他。我不置可否的笑了笑。蒋丽道，陈斌，我们在外面混都是赚钱，你认识黄海山，如果你能帮我介绍一下，这一单拿下来我给你分钱。我摇摇头道，我不要你分钱，这个业务太廉价了，难道你觉得我和黄海山的关系就只值这么点钱吗？蒋丽冷冷的一笑，道，陈斌，那你觉得你和黄海山的关系值多少钱？我告诉你，你认识再大的老板，你认识再厉害的人，你找不到变现的路子，那都是空的。还有，你和黄海山怎么维系关系？就你现在这个身份，你跟他玩，你凭什么？你玩得长久吗？蒋丽这几句话对得我哑口无言。蒋丽又道，你上次不是跟我讲了吗？你我都是一类人，都他妈是穷屌丝，我拼命的去结识这么多有钱人是为了什么？直白说就是为了从他们身上赚钱。你现在有资源，你不赚钱你干什么？蒋丽说的太直白了，太赤裸裸了，但是他的话我没有办法辩驳。他跟我讲，按照他们会所的规则，如果我能拿下黄海山，会所提成20%，以后黄海山其他的消费也都可以按照这个提成。我道，蒋丽，你这么说，那我就不止一个黄海山了，我认识的人多了，那还说什么？你跟钱有仇吗？有钱人的钱你不赚，你去找穷屌丝赚钱去。蒋丽这么直接，我也就没有顾虑了。我们都是一类人，这一点没有错。我跟蒋丽讲，
说黄海山其实笃信佛教，他一直在国内找佛教方面的资源，如果蒋丽有这一块的资源，应该可以用得上。蒋丽一听，眼睛瞪得锃亮，他道：我的天，陈斌，今天我幸亏来见你，要不然这一次错过的机会就大了。我认得一个和尚，绝对靠谱，回头我给你介绍，我保管你能认同他。我直接觉得这个蒋丽啊，真的是无孔不入，是个为了钱能钻天入地的人。